这块神石上万人搬运，那得花费几十万贯吧？这几十万贯算什么？大人，你可知道河南运送一杆竹子到东京要耗费50多万贯？大人，切莫再叫小人大人。小人乃此间郓城县县衙第1名押司宋江。只因知县相公得了疾病，小人代知县大人迎送奉运花石纲的诸位大人。这押司，你是县衙里的押司，还是个第1名？各位大人居庙堂高远，恐怕不知道县衙吏治，分第1名押司和第2名小押司。你一个押司小吏，竟叫我和你称兄道弟，还口口声声大小押司、第1押司、第2押司。你是刚做押司吧？先生猜测的不错，难怪你不懂规矩，真不知道你是如何到这个仪仗队里来的。想必这个又矮又黑的小吏，抢错官都想得心发疯了。一旦违例，终身违例，全无出头之日。认命去吧。各位大人，前面就是郓城县了，已经净水坡街，黄土垫道，城墙也正在拆。方才那个小吏叫宋江，这名字好生熟悉啊！不会是人称及时雨的那个宋江吧？就是那个山东呼保义，及时雨宋江宋公明。你们都知道这个人？大人，千万不要小看了他呀！他属居郓城县，生性重义，好皆是江湖上的好汉，济人之贫，周人之急，扶人之困。只要有人投奔他，不管高低，绝不推辞。闻名山东、河北，都呼唤他呼保义，又称作及时雨。宋押司，贫道复姓公孙，单名一个胜字，道号一清，江湖人送外号入云龙。我是京师皇家御赐延福宫的提点道士。这次杭州造作局献上4丈高的花石，道君皇帝御笔亲封，神功招运时，贫道奉旨送字。有幸得遇及时雨宋押司，我在此等候多时了。方才在花石纲的仪仗队里，宋江已见过先生道貌奇清，现在才知道先生鲜明。先生，有什么需要宋江的地方？贫道说一段故事给宋押司听。宋江，洗耳恭听。话说我大宋仁宗天子在位，嘉佑3年3月3日5更3时，天子拜驾紫环殿，接受百官朝贺。啊，嘉佑3年，那时节宋江还未出世。先生尽管说。天子御笔亲书，并降御香遗著，
钦差内外提点殿前洪信太尉为天师，前往江西信州龙虎山，请张天师星夜来朝。太师在哪里？赶快出来接旨。启禀太尉啊，这一代天师叫虚静天师。他对迎来送往的虚事他不喜欢呐。所以在龙虎山顶结了个茅庵呐。他在茅庵上修行，并不住在这儿。第二天5更时分，道士们起来备了香汤，请洪太尉沐浴，换了一身布衣，脚下穿上草鞋，吃过素斋，取了丹罩，用黄罗包袱背在脊梁上，手里提着银香炉，犟犟地烧着玉香。许多道众人等把他送上山。走过数个山头，大约30多里路，看着脚酸腿软走不动的洪太尉，口里不说，肚里踌躇。他心中想：我乃堂堂朝廷大员，平日里锦衣玉食都不免倦怠，何况穿着草鞋走山路？明明知道天师就在茅庵，却叫俺受这苦，遭这罪。受到如此惊吓，我要上山见不到天师，我下去跟他们有话好说。小木董，我问你话。你来这里可是要见天师？哎，你怎么知道的？你个小小的牧童啊！我早间在草庵中服侍天师，听天师说，今天皇帝要差个洪太尉捧着丹罩玉香到龙虎山，宣我到东京做3600份罗天大法事，驱赶瘟疫天灾。我现在乘鹤驾云去了。此时天师该早到京城了，你就不用上山顶了。山上有很多毒虫猛兽，别伤害了你的性命。你不要诓我呀！哎，臭道士，
哎，太尉大人，仇道士，你见到天师了？我是朝中贵官呐！你们怎么能让我走那个弯着悬崖的？啊！我差点丧了命，你知道吗？我在山上啊，碰到白毛大老虎，差点吃了我，胆战心惊啊！这还不算啊，路边上窜出一条雪花大蟒，盘在路中间，拦住我的去路啊！我不是命大我能回来吗？你戏弄本官！哎呀，本道怎敢对大臣无礼啊！这个山中确实有巨蟒白虎啊，但是它不伤人。这个就是祖师在试探你心诚不诚哦。哦，我已经精疲力尽了。可是我一转身就看见一个秦油吹笛的牧童，我想跟他问路。他说张天师都知道了，而且驾鹤去了东京，要不我怎么回来呢？哎呀，可惜呀！太尉啊，你错过了。我错过什么了？那个牧童就是祖师啊！那个牧童就是张天师啊！啊，他怎么这么点啊？不是，这一代天师虽然年龄小，但是德行极深呐。额外之人四方显化，极其灵验，世人呐，就叫他道通祖师啊。哦，那这么说我是有眼不识天师啊，我错过了。哎呦，太尉放心吧，祖师既然已经下了法旨说去了，你回到京师以前，这场法事祖师就已经做完喽。你以为我会相信你的一派胡言吗？你是没有天师，哪一个牧童来欺瞒我？我一定要找到牧童，而且还要找到白毛大虎、雪花大蟒，到时候看你说什么。大人，你不能进去，这儿你不能进。不是，哎呀，太尉大人，你看看现在已经走到了尽头了。你看，这九天殿、上天殿。还有紫薇殿、北极殿、三官殿、辟邪殿，真的都看完了，真的不敢对太尉大人不恭啊。那个糊着红泥墙的是什么殿呢？哦，那个是大唐洞玄国师镇压魔鬼的伏魔殿。哦。为什么重重叠叠贴这么多凤皮啊？太尉啊，这个伏魔殿锁住了好多的魔鬼啊。所以每一代这个祖师啊，都贴了这个封条，这就是告诫他的子子孙孙呐，不要任意的开启。一旦放出了这些煞星，那厉害了得呀！哎呀，代代相传到今日，大概也有8、9代祖师了吧？你看看。你看这铜锁那锁眼，那都是用铜汁浇筑死了的。开门，我要看看这魔王什么样。哎呦，不，此殿不可开启啊！历代祖师讲，万万不得开启啊！胡说！你们这些臭道士，装神弄鬼，蛊惑良民，故意编造什么镇妖魔法啊？假装你们的这个道法，我读书万卷，从来没听说过有什么锁妖镇灾之术。人鬼之道，阴阳两隔。我就不信这里面有什么魔王！来，把门打开，我要看看魔王长什么模样。哎呀，万万开启不得呀！一旦开启，放出了这些星煞，天下大乱。你要是不给我开门，等我回了朝廷，先揍你们这些道士装神弄鬼，眼里没有圣旨，阻我宣诏，不让我见天师。我后揍你们私设伏魔殿，假称锁镇魔王，蛊惑军民百姓，把你们渡牒追回，辞匪流放。太尉大人，贫道不敢呐。好吧，来人，把这几个封条
给我撕了！看什么看？赶紧撕！闪开！来人，开门！众人把门推开，往里面看时，黑洞洞的，里面已经数百年不见阳光，昏昏默默，杳杳冥冥。众人一起到了殿内，只觉得冷气阴飕飕的刺骨，让人止不住的战栗发毛。睁大双眼，却伸手不见五指，长如30夜，却似5更时。好黑暗呐！洪太尉叫随从取了10几个火把，点着了。有人认识这些吗？问你呢，你认识这个吗？哎呀，这都是龙章凤传的天书啊！贫道真是不认识啊！哈哈哈哈！这4个字你认识吧？遇红而开呀！几百年前我的名字就刻在这儿，这是天意呀！啊！你们中间有姓洪的吗？啊！我姓洪啊！遇红而开，就是等我来开呀！天意如此啊！赶紧速入火宫，带着工具来挖！太尉不能挖！臭老道，你不要再阻拦啊！啊！我倒要看看是如何遇红而开的。啊！几百年前雕我的名字的时候，没想到这是因缘聚会啊！赶快叫人来挖！太尉大人了不得！赶快挖！太尉啊，这都挖了3、4尺深了，什么东西都没有，别挖了吧。早就知道没有什么。哎，挖出东西了！挖出什么了？一块青石板。青石板，挖！不能再挖了！哎呀，不能挖了！挖下去！千万别挖了！你看这火光越来越小，看不见了。这连落底的声音都听不着啊！哎呀，这是无底地穴呀，这哪是人工能够挖出来的？
千古幽关一旦开，天罡地煞出全台。自来无事多生事，本为消灾却惹灾。宋押司，那伏魔殿逃走了36天罡72地煞星，你就是其中一个。却不是一来天罡星何当出世，二来大宋朝必显忠良，三来恰好遇到洪信，这不是天数吗？宋江是那天罡地煞里的一个，又怎样？啊，宋押司既是那36元天罡72座地煞星的星主之一，现在有一件大事。宋押司为也得为，不为也得为，这是天数。什么大事？贫道久闻宋押司大名，现在我有10万贯财富，想送给押司做见面礼。押司可愿收下吗？先生说的这10万贯财富，在什么地方？那当朝太师蔡京，每逢生日，各地官吏都要向他敬献奇珍异宝，称作生辰纲。北京大名府府尹梁中书乃是蔡京的女婿，自民间榨取了10万贯，献给蔡京做生辰纲，途经这济州。这笔财富不可错过。古人云：“当取不取，过后莫悔。”怎么取？劫取。先生，宋江真的是那天罡地煞的星主？当真是，押司但取无妨。押司不妨与贫道吃些酒如何？好是好。押司先饮。先生变化的好酒，尔等也想饮酒吗？退下！尔等妖孽还不快走！哎呀，好生闷热的天哪！不如再召唤点金风来如何呀？风来，火来！押司，不出一盏茶，这风急来。先生这铜剑是松纹古剑吧？正是。好剑。先生无高无下，纯天口地，一套洪太尉误走煞星的故事，糊弄江湖术士的鬼把戏，骗得过曹莽，瞒不过宋江。宋江若是在肩头也装了酒囊，也能凭空叫酒来；手指在囊中蘸了黄灵，也能凭空叫火来。在这剑上涂了石药，也能把肉眼看不见的小鬼劈出血来。宋江若是懂得些天文地理，
懂得跃跃而风、处论而语，也能呼风唤雨。亚斯果然厉害，识破了在下的伎俩。哪里有什么天罡地煞？贫道在亚斯这等英雄面前做作，实在是不该。这是为了说服亚斯截取那不义之财生辰纲。你乃天子供养的道士，理当忠君而为。我听你说了多时了，早就不耐烦了。宋亚斯，你想怎么样？先生后面有人。亚斯不会使剑，拳脚也不过如此，你斗不过我。英雄岂能以拳脚论高低？我这一剑送出，可就把你穿个透心凉了。你还有什么话要说？我一个人如何取得那10万贯生辰纲？还请先生随我一起到衙门仔细密议。你这是要让贫道伏法呀？我劝先生还是将宋江杀了灭口，否则只要我活着，就会举报你劫取生辰纲。我公孙胜不是那贪财的强盗，为报不平寻访义士，劫了那不义之财，散之于民。这次碰到了宋亚斯，就如同遇到了及时雨一样。我要是真杀了你，这世上就少了及时雨。哥哥，是不是哪个道人要害你？宋亚斯，就怕你日后不肯做强盗，却做了强盗的头。快追，上马！哎呀，你要吃官司了，宋亚斯。大名府下签要押你去伏法，那大名府要定你的罪，是何罪名？本县问你那道人的时候，你不该谎报他相貌，还隐瞒那道人姓名字号，这下可好？报到大名府梁中书那里去。你可知那梁中书是蔡京的女婿，权高势大，杀人就像弯腰提鞋。为了生辰纲，他这人宁可枉杀100，也绝对不会放1人漏网。现在他想布置本县，要治你2人相约劫取生辰纲之罪。大人的意思是？饶了你事小，洗清你的罪事大呀！大人，小人写了一份呈请。哦，公孙胜如何蛊惑小人，小人如何冒死缉拿他，句句是真。仅凭这几纸文字，怎么叫大名府就信了你？此番只能限时捉了那贼道人公孙胜，你们当堂对质，这样你自然就能脱罪。
来的时候记得那庙门是关上的，如何现在庙门开了？那庙又没有庙祝，殿门不关，莫非里面有歹人？慌什么？灵鬼显灵，有鬼啊！就算是鬼，遇鬼捉的鬼怕什么？什么灵怪显灵，分明像个贼。莫非是那道人乔装打扮，逃匿在此？先扎这厮。好一个大汉啊！20多个专捉强盗的士兵都按不住。小子，不把我都打走，别说20个，200个你也不是对手。公孙胜，结巴，是什么公孙胜啊？不是公孙胜，还则罢了。既不是公孙胜，那就一定是梁山下来的贼人。不是公孙胜就是贼人呐！不用炸他了，他不是公孙胜。哥哥，这厮要不是公孙胜，可就再没那道人的踪影了。哎，那也不能捕风捉影。天快亮了，这红毛大汉，即便不是公孙胜，也难说不是梁山下来的贼人。雷横，我们解了这厮去东西村，到晁盖晁保正庄上讨些点心吃。好，然后解了他去县衙问话。哥哥，路途不错，前面就是晁保正的庄子了。若是那公孙胜要想劫取生辰纲，除了蛊惑我之外，在这济州府郓城县方圆5、6百里，还会去找谁？那是水泊梁山上的强盗。除了去找梁山泊的贼寇，他还会去找谁呢？谁能跟哥哥并论？托塔天王晁保正。
走吧。哥哥原来到东西村，不单是找我，原来早就打定主意要寻着晁盖。保证！保证！来，大家酒足饭饱啊！哎，各位要吃好喝好啊！来，干一碗。马上。都头，来，干了。都头，到这儿有什么公干？奉知县相公的军旨，令我和朱仝带着士兵，分头到乡村各处寻拿贼盗。哦，那在我们村抓到贼了吗？在那灵官殿上，有一个大汉睡着了。雷都头见那厮不是什么善良之辈，就把他给捆了。本想解到县衙去问罪，这一来，时辰尚早，衙门还没有开门；二来这个事情，也要跟你保证打声招呼，待日后父母官问起，保证也好回应。现在此人就捆绑在你庄上的门房里。是吗？你们这儿怎么没有东西村才有的野羊肉和大溪里的3尺大鱼？都头说笑了，眼下时节天正黑着，到哪里捕那野羊跟3尺大鱼啊？方才来的路上，宋江不慎丢失了招文袋，里面有火石、火镰、手戳，还有笔墨什么的，不知能否寻来？你叫几个庄客去找宋押司的招文袋。再找几个庄客随我去抓野羊和大鲤鱼，带回来给2位客人吃。是，保证。太麻烦了。无妨，他既然对晁盖说了，晁盖定当让他尽兴。保证休要当真，我随口开个玩笑。稍后我去把那座山烧了，截断溪流，把溪水放干之后，我看能不能抓得到。天王真是好大气魄呀！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！放下我来！这个大汉，你不是本地人，我没见过你。我是从远乡过来投奔一个人，被官差们不分青红皂白把我当贼给抓了起来。你来我这地方投奔谁？我来你们村投奔一个英雄好汉呐。这英雄好汉叫什么名字？他们都叫他托塔天王晁盖。你找他有什么事？他是天下闻名的英雄好汉，我有个天大的好事要告诉他。我就是晁盖，你说吧。你就是晁天王啊！这天王哥哥，你快救我呀！天王哥哥。请喝茶。您请喝茶。哎呀，怠慢了，怠慢了，此番打扰了。你的这个袋子找到了，就掉在莲藕田里。来，保证有劳了。哪里？厉害呀，厉害！怎么厉害？这才几杯酒的功夫，就将这丢失的招文袋找了回来，如何不厉害？
如此看来，在这一带，保证做什么事情，没有做不成的。宋雅思，来，那边讲话。哥哥，请坐。雅思好像话里有话，不妨直说。怕是眼下保证有一笔买卖要做。什么买卖要做？这做买卖的有一种人很吃苦，感冒大险，冒风淋雨，人饥挨冻；还有一种人却风怕雨，平日里连门都不出，却一拳砸出一眼井来，一夜暴富，就成了大富大贵了。有这等买卖？有。那也由命不由人呐。这钱呐，叫人仁者无仁，恩者无恩呐。保证你乐善好施，要是不那么看重富贵钱财，就再好不过了。那些富人一片贪心，油锅里有钱都要进去捞，富了他的一辈子，却穷了别人数百家。保证切莫因一念之差，做出那种一拳砸出一眼井的买卖，毁了一世的英名。雅思，你怕晁盖做的到底是什么买卖？劫取那生辰纲。劫取生辰纲？此话何来？宋江不会作伪，在那押运花石纲的仪仗队里，有一个道人，在咱们郓城县走脱。此人唤作入云龙公孙胜，他擅离职守，已是犯了重罪，还四处唆使他人劫取大名府的生辰纲。宋江此番和雷都头连夜奔波，就是为了缉拿这个道人。倘若他来到保证府上，跟哥哥讲天罡地煞的故事，哥哥切莫相信。天罡地煞，若他来时，哥哥自然知道天罡地煞为何物。把那汉子押来，带回县衙。是。放开我！你走！你们，放开我！这厮就是我灵官庙里捉的贼。救我！我不是贼，救我呀！你不是王小三吗？对，我就是王小三。阿舅，快救我呀！这人是谁？如何确认的保证？这是我的外甥王小三，是我家姐的孩儿，从小在这里长大。但是4、5岁的时候，就随家姐夫一家搬去南京，一去就10几年。这厮14、15岁又来过一回，做贩卖生意，以后就再没见过。早听说这厮不成器，怎么跑到这里来？如果不是他脸上有着一塔朱砂胎记，我也认不出是他。王小三，你来这里做什么？你不来找我，跑去做贼？阿舅，我不是贼，我没做贼。你没做贼，如何被官府捉拿了？阿舅，且不要打他，先听他说。阿舅，你听我说，我昨天晚上吃醉了，并不敢去见你，就在那庙里凑合倒下大睡了，想酒醒来再见你，没想到就被他们给绑了。混账！哎呦，你这不成器的人！我家里没有你喝的吗？谈这口黄汤！保证息怒，令生本没有做贼，只是他偌大一个汉子睡在庙里，我和雷都头觉得有些蹊跷，再加上面生不熟，因此就将他捉了。要早知道是保证的外甥，我们就不会捉他了啊！来，快松绑！哼！保证息怒，我们就此告辞了。
啊，宋亚司，你日后行及时雨要花费，这里有10两银子，看我的薄面，亚司就收下了。使不得，使不得。谢了，笑纳了。原来是及时雨宋公明哥哥久闻大名。吁！宋亚司，雷都头，朱都头已经找到了公孙胜的踪迹，叫小的告知雷都头。在哪里？那道人到济州石碣村找过阮氏3兄弟，而后不知踪影。朱都头守在那里，单等公孙胜再回来。阮氏3兄弟？可是那立地太岁、活阎罗、短命2郎3兄弟？正是。你带兄弟们先回县衙歇息，随后到石碣村来和我会合。我骑马去趟石碣村，要是那公孙胜还在那里，我就再会会他。哥哥，贼在暗处，你在明处，要小心呐。放心吧，江湖上的事情我通晓。好，枪，枪！前辈，你给我站住！你这人不人，鬼不鬼的，找我做甚？我如若是你，我就把银子还给我阿舅，我就看在我阿舅和孙亚司的面子上，就饶你一命。是你阿舅送我的，干你什么事？我若不看在你阿舅的面子上，我早就结果了你这厮，还敢跟我要银子？谁滚差？就是你诓我阿舅的银子，你要去还还？谁诓？不还就是不还。结巴你还逞能，那可休怪我不客气了。还不还我银子？二位好汉，且慢动手！二位好汉，不要再打了啊！全且歇一歇，我已看了多时了，我有话要说。秀才，这儿不关你的事儿，你走开。吴教授，你不知道，这次夜里赤条条的睡在灵官庙里，被我给拿了，带到曹保正的庄上。原来他是保正的外甥，我看在他娘舅的面子上，把他给放了。朝天王请我们吃了酒，还送些礼银给我，这次就跑到这里来向我要，你说他是不是大胆？哦，好汉，你的娘舅呢，和我是至交，也和这都头交好。你说他送这些人情给这都头，你却找来要，那不是驳了你娘舅的面子吗？秀才，不是那回事。我阿舅不兴该缺把银子给他，是他骗的。除非是保证自己来取，可就是不给你。好汉，爹妈，我告诉你，你今天是给也得给，不给也得给。不是你的银子，就是不给，不给我就抢。哎呀，你们要打到几时才能了啊？好汉，我刚才看见了，你已经占了上风，再打下去要出人命的。你给我起来！这招，畜生，还不住手！雷都头，多多包涵。还是保证来了，才能劝得住您这外甥。哼，
报！保证，门口有个道士要见保证，要化缘。你没看到我有客人在吗？你给他3、5升米便是了，何必来问我呢？小的化米给他，他不要，就说要面见保证。一定是嫌少了，你再多给一点。你跟他说，我今天会客，不跟他见面了。是。啊，刘唐说，北京有个梁中书，搜刮民财10万贯金珠宝贝，送往东京，给他丈人蔡太师祝寿。这不义之财，早晚要从这里经过。小生见到外甥来的蹊跷，早就猜出7、8分了。保证可是要取那生辰纲？取。保证这句话要是说出来了，这东西庄上的好汉，可就真是犯作强人了。哼，这是好事，不但我要做，还要先生跟我一起做。保证，那道士我又给他3斗米，还是不肯走，自称是一清道人，不为钱米而来，只求见保证一面。哦，他还说什么？报！不好了，保证，那个道士发怒了，把10来个庄客都打倒了。嗯。你个臭道士，送了钱粮给你，还要闹事！贫道公孙胜见过朝天王，久闻不如一见，果然好身手。朝天王，贫道有一富贵之事与朝天王商量。今日特有10万贯金银珠宝，专门送给保证。道长所说的那10万贯金银珠宝，是从北方来的生辰纲吧？保证知道。此套富贵，不可错过。古人云：“当取不取，过后莫悔。”啊，保证意下如何？好啊！民有王法，安有神灵？你这道士，居然敢商量着干这种勾当！我已全部听到，忍耐多时了。哼，正是计谋未就，怎奈窗外有人听？计策才失，又遭萧墙祸起。你这道士，好大的胆子！这位秀才先生，就是智多星无血酒吧。且吃完酒如何？哈，血酒吓到贫道了。雪舅，你就跟道长好好说话吧。久闻江湖上入云龙、公孙胜一清大名，不期今日相会。保证，你一定要做贼吗？取贼之贼赃，还之于遭贼窃盗之人。
这里就是吴学究所说的黄泥岗，啊。要想劫取生辰纲，这里是最好的地方。生辰纲必然从这里经过。把生辰纲留下，全当尔等是过路人。如敢从牙缝里说一个不字，我就一招一个，管杀不管埋。赤发鬼如此，劫不了生辰纲。去年梁中书走失了生辰纲，这回一定有防范，必定有本领高强的人押送保护。哦，此事啊，人多做不得，人少也做不得。庄上那些庄客一个也用不得。现在只有保证、刘唐和小生三人，就算保证和刘兄功夫了得，也担负不起。此事需有7、8个好汉才行，也不用多，多了没用，少了也不行。先生可有心腹好汉，可以去请来成就这件事？有3个人，一胆包身，武艺出众，敢赴汤蹈火，同生同死。嘉亮先生，是不是石碣村里有撑着打渔船翻江倒海之人？不错。到底是谁啊？连公孙先生都知道。啊，这3个人是兄弟3个，在济州梁山水泊边的石碣村住，平日里以打鱼为生。本身姓阮，亲兄弟3个人，一个唤作立地太岁阮小二，一个唤作短命二郎阮小五，一个唤作活阎罗阮小七。请问好汉大名？我要取你的命！俺活阎罗阮小七，阮小二，道长有礼，久仰久仰。若得此3人，必成大事。石碣村离这里不到110里路程，我去请他们来商议。啊，保证不用去了。3兄弟没有答应，但只推说只要有保证参加，他们就跟随。不知道他们真正的心思。这么巧，他们也打算找我。哦，还有一件事，在见过保证和3兄弟之前，我和运城的宋押司提到过生辰纲的事。他不但不做这件事，反而要抓着贫道去见官。好在让我逃脱了。宋押司已经来过这里了。他比我先到这里。他和郓城县专捉盗贼的都头插翅虎雷横，正四处捉拿，却拿了刘唐。要不是我睡着了，都被他们拿走，根本抓不住我。宋江嘱咐我，让我不要上你公孙先生什么天罡地煞的当，受你所使，劫取生辰纲。阮氏3兄弟那里，去不得。去不得。
我在学堂见刘唐和雷横相斗的时候，之前马快来到，说县衙马快都头朱仝守候在石碣村设了埋伏。得知那阮氏三兄弟见过公孙先生，当中有一黑矮的人赶去，还不知此人就是宋江，就怕现在石碣村已经是香儿掉金牢了，那阮氏三兄弟就是香儿，我们现在去就是自投罗网。那宋江是骑马走的，该是走陆路，要过城，该是还没到石碣村。我却赶在他们见阮氏三兄弟之前去说服他们，如果让他先见了那三兄弟，凭他及时雨的名望，恐怕会说服那三人不去生辰纲。那里是陷阱，先生去会不会？那宋江、雷横和朱仝都不知道我的意图，我一个教书先生，他们奈何不了我。如此说来，事不宜迟。智多星神机妙算，这个人果然来了。看城门没开，又回来了吧？是啊，心里焦急。我要去那水泊石碣村，可是离开城门还有2个时辰。客官，现在啊，慢说是城门，就是狗窝也堵上了，鸡窝也关上了。这个你要是能给我钱财，我送你出城。怎么出发？来，快！客官，我们到城墙外了。多谢多谢，敢问壮士尊姓大名？石碣村你是去不成了。啊，嘿，等等，吴先生，来，吴先生，谢谢啊，慢点。都头，来人了。学究来了啊！都头，咱要不要盘问那个下船的秀才？这不是我们要找的那个道人。这个人下船不问路径，看来熟门熟道。不要管他。二郎在家吗？啊？哎。二爷，学究来了！学究来了，快请。吴学究啊，哎呦，好久不见啊！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？哎呀，我有点小事要找你帮忙啊。我要办宴席，想找10几条14、15斤重的金色鲤鱼，这事儿就有劳你了。嗨，教授，先到屋里吃几杯再说啊。吃几杯啊？我还想找5郎、7郎说话呢，你在不在啊？他们不在啊。啊，教授，我们找他们去。哎，教授啊，咱们可有日子没见了。这回啊，咱们约上5郎、7郎啊，好好的吃一回啊。听你的，说话就到了啊。都头，阮小二跟秀才走了。阮小二去哪儿了？也不知道，亚斯跟雷横得到我们的消息没有？怎么还不来会合？船家，请问阮氏兄弟家如何走啊？
他们要买我的鸭子。阮氏兄弟啊，我的鸭子掉了！哎呀，我的鸭子，哎呀，你看，快！来，谢谢官爷，谢谢官爷。小二家好像在那边。哦，谢谢啊，谢谢，哎呵。宋大哥，坏了！抓住那个拿鸭子的人！快点！站住！抓住他们！不许跑！抓他们！站住！让开！别动！快点！别动！出来！快！抓起来！阮小二去哪儿了？不知道。不知道？刚才有个拿鸭子的人在哪儿？快说！屋里没人。报告，没人。屋里没人。大人，没人。奇了怪了！坏了！亚斯可能被害了。你带人去追阮小二，其他人跟我走。是。二哥，哎，教授，你怎么来了？七郎啊，小生特来和你们说说话，吃吃酒。好久不见，近来可好？好。哎，二哥，你后面怎么跟着个尾巴？那是官家捕快的船，捉拿那个公孙道长的，在村里看着我家已经一整天了。什么公孙道长啊？哦，以后再跟教授讲。他们要跟，便让他们跟去，我又没作奸犯科。哎呀，这要是有官家跟着，吃起酒来好不叫人扫兴啊！小心，引那些官家的船进芦苇荡里鬼打墙，叫他们进去容易，出来难。行嘞，教授，稍等片刻。哎。教授，哎，莫要担心小七，他呀，一碗茶的功夫准能回来。哦，哎呀，这石碣村呐，就属你们三兄弟实诚。教授啊，小七回来了。哎，教授，哎，七郎，东南西北他们分得可清楚了，可就是跟不上的。好啊，这下石碣村清静了，咱们可以好好回去吃吃酒，说说话了。小七，把老五叫上，咱们呐陪教授好好吃酒。好，走。走。这哪儿啊？这是？哎，你船怎么划的？这到哪儿了？这是？
不是军爷，我刚才明明跟着这条船进来的，我也不知道这是哪儿啊，这军爷。教授，吃鱼。你这偌大的一个巨主，怎么就没有10多斤的大鱼啊？啊，我就是想吃这10多斤的大鱼。不瞒教授啊，这要在以往啊，15斤的大鱼，30、50尾也有。要再多，俺们兄弟也能包了。但眼下，这10来斤的大鱼都难得。二哥，为何叹气？这水泊梁山原是我们的饭碗，可现在却不让下了。这个梁山泊，刚被官府充了公，打鱼要缴税，打得多缴得多。这不，前几天又来了一伙强盗贼人，把那水泊占了，不让打鱼。哦，我知道，那伙强人，为首的是个落地举子，唤作白衣秀士王伦。第二个叫摸着天杜迁，还有一个云里金刚宋万，啊对，还有一个汉地忽律朱贵，说是在李家道口开了一个店，专门负责打听事情。可是这伙贼人聚集了几百人，抢掠来往客人。是啊，我们兄弟几个得有1年多没去过那打鱼了。来，教授，吃酒来。这人活一世，草生一秋。俺们兄弟几个靠打鱼，竟然没有办法赚营生，好像我们犯了千万弥天大罪一样，竟然走投无路了。这兄弟3人都有意了，我且慢慢的引诱他们，试看我今日如何说动阮氏3兄弟，劫取生辰纲这不义之财。小生这几年在曹保正庄左近村子里教书，今日特打听到他有一套富贵，等着去拿，所以今日特意前来和几位商议，我们先去，赶在晁盖前头，把他那套富贵给劫了。哎，那怎么行呢？那晁盖既然是抱打不平、仗义疏财的好汉，那他所做的事情就是忠义之事。俺们兄弟几个要是坏了他的好事，那岂不是头顶化疮、脚底冒了脓，都坏透顶了？俺们岂是那样的人？他若要人相帮，我们兄弟抵死都去。坏他的事，我们不做。好，我原来当3兄弟，心智不坚，原来真是重义气。我跟你们说实话吧，晁保正久闻阮氏3兄大名，今日特让小生前来，请你们3位前去说话，真是有个事儿，要请你们帮个忙。哎呀，呸！吴用方才吃醉了，随口说了些醉话，阮氏3兄可千万不要把我这醉话说出去。那吴用和朝天王就真的有事儿了。你若信不过俺们兄弟，这把刀你拿着，一把杀了俺们兄弟3个灭口，俺们绝不还手抗拒。哼，不敢杀，那就怨不得俺们。你信也得信，不信也没奈何。俺们兄弟3个人都是真真实实、容不得半点假的人。若是那晁保正真是麻烦老兄来，有心提携俺们兄弟3个，俺们3个要是舍不得性命帮他，残酒为誓，叫我们3个都身遭横事，恶病临身，死于非命。俺们兄弟此枪热血，只卖给识货的，
吴学究，你说了那套晁盖朝天王的富贵，我来猜猜看，是不是说的一件事？这件事是明年的事。不错，这套富贵就是生辰纲。这生辰纲的消息可是那入云龙公孙道长送与你们的。学究，那我们什么时候去啊？不过，这套富贵要是取了，不能私吞，还要送还穷人。要不是为了这个，俺们兄弟啊，哼，还不去呢。对呀，不是这样的事儿，咱们还不做呢。死之前能做这样一桩义举，真不枉为人世做一回好男儿。学究之书岂爱财，阮郎娱乐亦悠哉。只因不义金珠去，致使群雄聚义来。吃，来。二爷，二爷，有人来了。哎，你这牛鼻子老道，前日说好一起吃酒，为何不赏脸啊？啊，刚好有点小事缠身，哈，三位兄弟莫怪。哈哈哈。公孙先生，学究，如何？说好了。说好了？当然说好了。道长啊，俺们兄弟已经答应了截取生辰纲啊，您的心愿已经了了，是不是这次就不用逃了？屋里吃酒。对，不贵不贵。且慢且慢，贫道这次来还有一件事，我要找宋江宋押司。找宋江？贫道连累了宋押司。哎，难道他还没有到吗？我把宋押司的衙役刀扔在了朱都头的船上，朱董以为他出事了，就去找他去了。他手下的那些士兵就被这三位困在水泊的百里芦苇荡里。是袁小二的家吗？保证。公孙先生走的时候也不打声招呼，哥哥很着急，所以我们就一路追来了。这三位英雄好汉，莫非就是阮氏三雄？莫不是托塔天王晁盖？哼，幸会。见过朝天王，见过朝天王。嗯。来，兄弟几个啊！阮氏三雄名不虚传，真是英雄好汉。我们齐仇人机缘巧合，聚一时结村，岂非天意呀！昨夜我梦见北斗七星白光耀目，坠在那屋脊上，又见斗柄之上另有一颗小星化作白光而去。今天我们七人举事举义，岂非应天垂象？先生，你喝醉了。我们这里是7个人，北斗七星，7人聚义。道长何来这些个话？定然是酒吃的少了。来，等等，兄长此梦非同小可。小生正是有意相识。黄泥岗东10里路，地名安乐村，有一闲汉唤作白日鼠白胜。要想截取那生辰纲，此人正是有用处。北斗上白光，用在此人身上。如此说来，我等真是七星聚义。道长真是神人何不就此结为异姓兄弟？好啊，好，7人之中，保证最为年长，理应唤作哥哥。来，哥哥，哥哥，来，干！借此3滴血，1滴敬天
一地敬地，一地敬人。我等托塔天王晁盖，智多星吴用，入云龙公孙胜，赤发鬼刘唐，立地太岁阮小二，短命二郎阮小五，火焰炉阮小七。我等7人今天结拜生死兄弟，日后共生共死。我等7人中，要是藏着私心，天诛地灭，神明共鉴。兄弟相逢3分酒，兄弟论道2杯茶，兄弟投缘。好兄弟们，哥，兄弟们，好兄弟们，咱们各自散去，莫要再来往，以防被人看破行藏。眼下已是秋后。待到来年5月生辰纲起运时，再相会黄泥岗。哥哥，请上。哥哥，醒，拿水来。哥哥，喝点水。你怎么了？哎呀，头好痛啊！来，喝点水。来。哥哥，是哪个人用蒙汗药害了你？不知那人的姓名，也不知他一个人。有人想要阻止宋江去石碣村。石碣村那边有没有公孙胜的下落？哥哥，这次要是再抓不到公孙胜，如果让他逃离了济州，再想抓他，可就是千难万难了。贫道公孙胜在此。公孙胜。公孙胜束手就擒，是宋押司捉拿了我，有宋押司手中公孙胜的古剑为证。哥哥，你别信这个贼道人呐！黄河上有澄清日，人岂有无翻身时？宋押司，你捉拿了我，不但无罪，反存了大功。你押我去大名府，我为你作证，为你澄清冤枉。会些枪棒有什么用？当纪律严明，作战勇敢。3，擂鼓向前。4，就算前面有火有水，一人当着1000万人，也要向前冲，弓箭手必须于100步之外。稳，准，弹，拉弓，射。作为禁军的一员，你们最重要的就是服从命令，要放下心中的挂碍。眼前的这个屏障，需要你们冲过去。
如果鸣锣收兵，就算前面有金有银，也要往后退。哟，林娘子在等林教头呢。是。要不先来碗面？不用了，您先忙吧。哎，好。老板，来碗面。哎，好嘞。相公，喜欢男的还是女的？都喜欢，最好凑个龙凤胎。林教头，这个多少钱一对？5文钱一对。好，我买了。那我们回家吧。哎，娘子，你看天色已晚，我们不如吃完了再回去吧。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在外面吃过饭了。走。小张哥，来了。哟，林教头，吃些啥？2碗阳春面。哦，好。小菜照旧。好，再加半斤牛肉。好，稍等啊。哎，您的牛肉。林教头，您2位先慢用，我先走了啊。来，吃这个。听爹说，娘特别想念我们，我想什么时候回去看看我娘。好啊，过几天我们就回去看看娘吧。站住！站住！哎，没事。好汉，那钱袋是我丢的，我找了半天了，急死我了。来，收好了，以后自己小心点。谢谢，谢谢。好，林教头，哎，稍等啊！你们几个泼皮，给我听好了！若是今后再被我发现你们敢偷取他人的钱财，我见一次打一次，滚！教头，我还以为你在生事呢。哎，我怎么会生事呢？我在打那些生事的。好，来，这边来啊。娘子，我给你介绍，这是我帐下的兄弟九纹龙史进。史进，见过嫂嫂。来，坐。林教头，我约好了几个兄弟一块吃酒的，那我就先行告退了。改日登门拜访嫂嫂。哈，那我就先走了。这个九纹龙史进呢，在进禁军之前，在江湖上也是个响当当的汉子。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，就是王进教头的徒弟。就是被通缉捉拿的王进教头。王进教头真是条好汉呐！高俅太尉得罪了殿帅府太尉那天，选拣了吉日良辰，去殿帅府里到任。
所有一应河属公吏牙将、督军、监军、马步、管带、虞候人等，都来参拜。各呈花名册，高殿帅一一点光，只欠一人，他就是80万禁军教头王进。王进半个月之前就病了，现在始终未愈，一直未曾进衙门管事。胡说！既然在首本花名册上，就该来点某。新来上任点他不到，不来就是违抗官府。你这当军政司的，替他胡乱禀报搪塞本官。我看此人是诈病在家，你亲自去给我把他拿来。拿不来，就牵连到你军政司头上。是。参见太尉。你便是督军教头王生的儿子。启禀太尉，小人正是。王进，你爹是街市上使花棒卖药的，你懂得什么武艺？前官没眼，参你做个教头，你竟然敢小看我，不服前来点事？你托了谁的势力，要推病在家，安闲快乐？小人不敢。小人确实是染病，未曾痊愈。既然有病在身，怎么现在又能来？太尉呼唤，不敢不来。还敢顶撞？来人，当庭听账！好了，今天是本官新上任的日子，姑且饶恕了他这次，先断了他俸禄，日后再发落。谢太尉。林冲、陆谦，你二人把王进带回家去。太尉军旨，你二人好生看住他，不要让他跑了。若是他跑了，定会拿你二人定罪。得令。遵命。兄弟，你知道你放我走意味着什么吗？城门快关了，赶快出城吧。兄弟，保重。
后会有期。我和陆谦告知高太尉，王教头弃家在逃，母子不知去向。高太尉大怒，骂道：“贼配军在逃，看那厮能逃到哪里去！”随即压下文书，发往诸州各府，捉拿逃军王进。那时节，我还不曾见过你呢。那高太尉怎么惩罚你的？幸亏陆谦圆滑，他上下打点，尽力讨高太尉的欢心。再后来，高太尉不但没有怪罪，反而陆谦也离开了禁军，去了太尉府做了虞后。您找谁呀？请问这是史太公家吗？我有事拜访。我去通报一下。好好好。娘啊，咱这就到了陕西了，算是逃了东京的樊笼啊！来，娘，这边。这褂也算使得不错了，只是犹如这身上的花绣，好看却不当用啊，赢不得真好汉啊！嗨，你是什么人？敢来笑话我的本事？哼，俺经了7、8个有名的师傅，我不信倒不如你。你敢和我一搏吗？哎，不得无礼！这是在咱家借宿的客人。哼，这厮笑话我的棒法。莫非客人会使枪棒？略小的一些招式。哎，敢问太公，这后生是宅上的人？哦，是老汉的儿子。啊，既然是宅内小官人，在下又蒙太公收留。他要是爱学枪棒，小人点拨他端正如何？哦，那好啊，来拜师傅。阿爹，不要听这厮胡说。若是他赢了我这条棒子，我便拜他为师。哼，你来，怕的不算好汉。哎，老汉的儿子从小不务农业，只爱刺枪使棒，老汉只得随他性子。不知使了多少钱财，头师傅教他，又请高手匠人与他刺了这身花绣，坚壁胸膛总有9条路，满县人口顺，都叫他做9纹龙史进。客官想必是高明的师傅，今晚寄到这里，成全了他怎么样？使一棒如何？令郎学的都是花棒，只好看，上阵无用。小人愿意点拨他，就怕冲撞了令郎不好看呢。哎，这个无妨，
若是打折了手脚，也是他自作自受，省得他惹是生非。那恕我无礼了。多谢了。从此以后，史太公便留王教头母子2人住在庄上。师傅，就文龙史进，也就拜王进为师。从此专心习武，18般武艺从头学起。等到议程那天，王进教头托他带信给我，把史进托付给了我。其实，王教头是想让史进替他还了替朝廷效力的心愿呢。哎呀，好一对郎才女貌、恩爱夫妻呀！在这荷塘月色之下，恩恩爱爱，真是羡煞旁人呐！你看这陆谦，真是说曹操，曹操就到，他嘴不饶人呐。有什么事啊？哎呀，阿嫂，你家林冲要有大喜事临头了，你就别再卖关子了，有什么事儿尽管说吧。高太尉拟了军旨，让他上北京大名府梁中书帐下领制使，带兵打仗，他要当将军了。告辞啊！恭喜林教头啊！我等教头都已经听说了，你这女婿是要到北京城里去做将军了，恭喜恭喜啊！恭喜恭喜恭喜啊！恭喜啊！那些个冲锋陷阵的将军呐，都是裙带提拔，哪有真本事啊？太平的时候卖给你一个功劳，等到真出事儿了，那还不是得俺们真刀枪、真骨肉的往上冲啊！那些请了帝王俸禄的名将们，不能为帝王分忧。大敌当前，在营帐里你要问一声，哪个敢上阵？哼，你就看吧，那一个一个的，就好像被羽箭穿了个大雁口，都不敢咳嗽一声。哼哼，哪像我家女婿啊，遇到这等扔骨头出去的事儿，不计生死，纵有千军万马，也敢一个人挺着长枪闯过去。岳丈大人太夸奖林冲了。看那些文官寂寂无用，就是武将森森的也是枉然。史进，你又吃了多少酒，在这里乱搭话？刚提升了校牌，就这一趟断送了前程，还不快出去！林教头，俺是来给俺师傅取新俸的。哎，你们这里有没有俺师傅王进的名字啊？史进，你别胡闹！林教头，这厮可是你的治下，跑到这儿发酒疯了啊！好，让他出去。这里没有王教头的名字。没有，好吧，我写上不就是了？啊，来，史进，我快出去！你放开我！林教头，林教头，你可算是要走了，可算是要离开这个人人缩头缩尾的地方了。
你看看这满屋的枪棒行家啊，人人都敢怒不敢言。你这厮吃点酒你就闹事，啊！这厮我没闹事，他已经不是林教头的治下了。林教头他就要领任将军出征了，先由他闹，领了新俸之后，我捆他出去。张教头，你也知道，我师父王进是被那高俅所害。你把他拉出去！高俅是谁啊？你让我把话说完。使劲！高俅就是个破逼混混，就是因为当初踢了一脚什么破蹴鞠，进了小王都太尉府，做了他的随从，啊，后来端王成了当今皇上，啊，他便鸡犬升天，成了什么太尉，啊，太尉，哼，我师父当初就是因为教训过那做泼皮的高俅。他便要迫害他，那你胡说八道！就是一个王八蛋！你出去！是个混蛋！快把他拉出去！李教头，你放开我！这满京城我最敬重的就是你啊！你为什么不敢回答我啊？他是个什么东西？呸！李教头，你和我师父都是武艺高强、国家良将，若上战场，匹马纵横，如入无人之境。等你哪天立了功，败将入相回来，看他那副狗嘴脸能放在哪儿？师父，师父，可惜时机不能跟你一块上战场了。你师父怎么了？我师父上个月初5死了。师父。林教头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这是我师父。岳父大人，麻烦你照看一下。此事还不能瞑目。哎呀，你说你这厮，怎么吃点酒你就闹事啊？哎呀，走师父，起来！这怎么回事？这是啊？史进他师父王教头走了。哦，哎，这个林教头啊，太尉让我传口谕给你呀，让你随宫里的总管赶快进宫。太尉要有委任给你了。哎，太尉日理万机，脱不开身，就在宫里见你了。哎，走走走，哎，走走走，走啊，走啊。哎，兄弟啊，进了这道西花门，就算进了皇宫了。多少人一辈子想见，还都没见过。哎呀，文武百官贴地一跪，掀起的烟尘呐，都遮住了天呐。哎呀，你看吧，总有一天林冲还会从这道西花门进去，踏玉阶，登临玉池，见君王啊！那你就不怕你兄弟战死沙场？怎么会呢？我啊，替你打探清楚了。太尉派你去大名府，并不是让你上战场。那去干嘛？哎，大名府的梁中书，你可曾听说过？蔡太师的女婿，正是此人。他去年啊，给蔡太尉送的生辰纲被人给劫了，至今他没有查明是谁干的，所以啊，他今年竟没敢送。可是今年不送，他明年还得送啊，是吧？所以他就让太尉在他治下的殿帅府给他找一个本领高强的教头，护送那生辰纲自北京到东京。原来是这样，哈，兄弟啊，你以后可就是蔡太师和高太尉的心腹红人了。二位别闲聊了，太尉正等着呢，快快随我来。啊，走。稍等，您先在这儿候着，林教头随我来。林教头，请稍等。
来呀，来呀！这边过来，过来呀！嘿，好，过来，这边，嘿，来，嘿，来呀，嘿，好啊！哎呦，大人，贤婿啊，我日前讨得了一副补药，你带回去给你的娘子，你可不能吃用啊，这是护胎用的，你服了会腹痛，痛如刀绞，如同大病一场，难受得很呐，需得半日才能好，记住了。你们这帮狗奴才，给这传过来呀！嘿，这传啊！快传！嘿，皇上，您真是球技好生了得呀！皇上，您真厉害！皇上真是文武双全，盖世无双啊！皇上乃是神脚啊！这叫君臣同乐，朕进球。大家有赏，都有赏。有仙鹤，皇上有仙鹤。哎呦，您看，啊，降诏，降诏，对，降诏，抓住他，我伤到啊，好，哎，小心。当心点儿。高太尉，林冲到。林冲拜见太尉。来吧。太师，啊，他是林教头。啊，拜见太师。哦，堂堂7尺男子汉，只是略带了一点书生气啊。太师，他是教头里面少有的，不但武艺高强，而且饱读诗书，可谓文武全才。蔡大人啊，这位就是闻名遐迩的林教头吧？林教头果然是堂堂仪表，凛凛一躯啊！高大人，这要是进了青楼，恐怕占便宜的倒是那些姑娘们了。啊，太师，你看这林教头长得如此英俊，可以与佟大人媲美。不过，他们俩有不同的地方啊。所以，还是把林教头留给朱大人享用吧。林冲。北京大名府太守梁中书要我见个有本领的人，来年替他送生辰纲，你就到那里任个正牌司制使。林冲，你怎么了？太尉恕罪，林冲脚长杀病犯，连走路都不便，恐怕要辜负了太尉的栽培。这怎么回事啊？我真是个有好本领的人呐！
还说是东京城里少有的几个有万夫不挡之勇的，果然是勇气不小啊！敢在这里呕心沥血，鸿运高照啊！你们几个在此作甚？赶快过来陪朕玩耍！过来，快！圣上就来，圣上就来，走，请。你回去休息吧。教头不愿做那押送生辰纲的差事，那高俅便派人找到了我。他知道我跟教头关系好，特派我来劝你答应。你不用再劝我了。谁会劝你啊？哼，谁又会愿意做这样的差事？我也不推辞，一走了之便是。我打算离开这东京城，去陕西找我师父的老娘。哎，我师父是含恨郁郁而死，我要去祭拜他，再打算把他老娘接到俺家赡养。我今天来是特意向教头告别的。现在正下着雨，你怎么走啊？哈，这下雨有下雨的走法，天晴有天晴的走法。路上多保重，遇事不要强出头，出门在外小心为安。史进，哎，嫂嫂，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，拿着吧。嫂嫂，我身上有，不用。拿着吧，路上会有用的。拿着。那多谢嫂嫂。再会，林教头，嫂嫂，多保重。相公，哎，进来看，进来瞧，来，进来看嘞！林教头，真是你啊！哎，你怎么会在这儿啊？我陪娘子上香，路过勾栏院，从没进去看过，就过来看看。哎，你不是得了脚长沙吗？怎么还出来看杂戏呀？我是假装的。我就知道你是在装病。可是你不想让那生辰纲，怎么还敢出来抛头露面呢？哎呀，莫说那么多了，陪娘子上香，散心。好，散心，散心，散心，哎，散心。不错啊！林教头，这个地方可是忘记烦恼的好地方。无论风雨寒暑，这个棚子里的人都是慢慢的。年年如此，月月如是。这官场可不是待客的宴席，那是杀人的战场啊！您说您不去压那生辰纲，失去这么好机会也就罢了，可是您得罪了高太尉呀，这您要让他知道了，那可就不好办了。好。不好了！快过来！跑什么呀？我回去带你做大的！跑啊！跑啊！别过来！跑！
你干嘛呀？啊，你什么人啊？干你什么事啊？林教头，这是他家娘子，是不是？衙内，打我？我是谁呀？我啊，我是高太尉的儿子。闲官小我不做，马瘦我不骑，我打死人不偿命。兵马司是我家开的，啊？谁厉害我欺负谁，谁有钱我讹诈谁。谁漂亮我娶谁。打我！打我呀！大哥，他是高衙内，咱们惹不起呀！打我呀！走吧！我打死人就像宰死一只蚂蚁。走！来呀！你倒是打我呀！别打我！林冲，你会些拳脚怎么了啊？你就是我爹身边的一条狗，不起！闪开！走开！闪开！让开！让开！哟，客官，哎，来，里边请，里边请，哎，请。来，坐，哎，坐。哎，来，坐这儿。好，坐。这经略府怎么走啊？经略府啊，前面就是。来，给您。哎，借问一下，这经略府里可有一位从东京来的叫王进的教头？不过他这经略府啊，这经略府教头多了去了，光是姓王的就有3、4个，不知道你问哪个？哟，曹博士，好花绣啊！啊，你说这个，哎，知道这个叫什么吗？这叫双龙戏定海珠。哦，你什么都没见过，这，哎，让开！你快去给洒家拿个大碗来，满清水。哎呀，再坚持一会儿，马上清水就来了啊！快点！水来了，来了！哎，这弄得好文秀啊！这弄的是什么？这个提辖，这叫双龙戏定海珠。双龙戏定海珠，定海珠，到底是什么？不是定海珠，这叫2个虾米，他弄球耍。2个虾米弄球耍？你把碗端稳了，再洒出半滴清水来，洒家一脚踢的你把尿出来。陆提辖，你抖什么？真别人尿啊！提辖。不知道小的什么地方得罪你了，让您抱拳给小的施礼，小的不由得不抖啊。提辖，您要打骂便打骂，要赊账便赊账，你不要再吓唬小的了。洒家抱拳给你施礼，洒家抱拳便是祭天你的亡灵。
把碗端完了，别慌了。嘿嘿，哎呀，哎呀，这天要杀地要沽的虫啊，嘿嘿，还有的活，嘿嘿嘿，活着。嘿嘿嘿，原来鲁提辖手里是捧着条鱼啊！我还当你给小的行礼呢，你可把小的给吓死了！你这个不开眼的撮鸟！这可是洒家在城外刚河沟里结拜的兄弟，往后你得把俺这愚虫兄弟当做自己的亲爹，好生供养。好，成婚3叩首，早晚一炷香。行，好的，听见没有？好，听见了。哎，我说客官，你不是要找那位王教头吗？问这位提辖，他都知道。查博士，这茶铺里怎么任由驴马进来撒野啊？他要是再踢你，你就踢还于他，无妨，有我在。哎，这，哟呵，哼，不错，一个过路的好汉，看不惯恶霸。哈哈哈哈！哎呀，这位兄弟相貌不凡，看来也是条好汉。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！慢，兄弟，看来果真是条好汉。洒家在这儿有礼了。哼，晚了，把桌呀凳啊都给我挪开。哎呀，正合我意。看来兄弟可真是一条汉子呀！哎呀，这洒家不和你打，那便是看不起你。嘿，这雨后天气闷热，正好出汗，给洒家爽快一下。洒家不用刀，便用拳头开个张，发个利是。哈。呀！哈！哼！好了，撞来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哎，兄弟这身好纹绣，漂亮的紧呐！官人，不可对我家提辖鲁莽。我家提辖是遇酒便吃，遇事便做，遇弱便服，遇逮便打。这魏州大至6街3市，小到路边小小茶坊，人人敬佩我家提辖。我家提辖可是当地的好汉，不是恶霸。好了，闭上你的乌鸦嘴！是，快去把你亲爹伺候好。好，爹，今天晚上你吃什么呀？我的亲爹！好一个遇酒就吃，遇事就做，遇弱便服，遇强便打。我看哥哥刚才是大踏步走来，就凭着大踏步，哥哥也该当是个光明磊落之人。哪里，兄弟好生了得啊！哈，哥哥，我们坐下吃杯茶如何？好。小人敢问，哥哥高姓大名？洒家在经略府做提辖，姓鲁，名达。哦，敢问兄弟，姓郑名谁啊？哥哥还是不要问的好，免得哥哥吃了我的茶，怕收到我的牵连。哎呀，洒家怕他个鸟啊！兄弟但说无妨。小人是华州华阴县人士，姓史，名进。洒家刚才看兄弟一身的好纹绣，莫非兄弟就是史家村那九纹龙史大佬？正是。哎呀，兄弟，这闻名不如见面，见面不如闻名啊！哎，
哦，刚才听茶博士说兄弟要找王教头，莫非就是在东京城得罪了高太尉的王进？正是。洒家也听说过此人呐，可是这王教头，他不在此地啊。洒家听说这王教头是在延安府老冲经略府上屈村呢。啊，提辖听清楚了，我找的并非是王进的人，而是他的坟。他死了？是。我师父不堪高俅迫害，携老母出走。小的在前不久得到消息，是我家师因病辞世。哎呀，这又少了一位英雄好汉呐！可这王教头都死了，兄弟还找他作甚呢？我在寻找家师的老母，准备替家师赡养。可是这人海茫茫，我又不知道家师老母的名讳，只有四处打听家师的名号。哎呀，兄弟，照你这般打探，那何时才能打探得到啊？你们这几个厮，都给洒家听好了，谁知道王教头的坟，不知道的洒家便打。还不快说！想不到我师父也是苦命之人。他刚走，他老母亲便随他而去。好在世上还有不留姓名的好人，将他们母子合葬一处墓地。嘿，嘿嘿。这以后初一十五、清明立秋，都要把他们当自己的亲祖宗拜祭。好。这少一趟，洒家便用拳头跟你说话。好，听到没有？好。哎，兄弟，这人死了就死了吧啊！你怎么说话？什么叫死了就死了？哎，这人都死了，兄弟你能奈何呀？哎呀，兄弟，你和王教头替洒家开罪了高太尉，那兄弟你就得陪洒家上街去吃酒，这解解心中的郁闷。这洒家平日里与人不和。这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，天天只能对着花鸟鱼虫絮叨。如今洒家碰上了你这个英雄好汉，那就如同捡到了稀世珍宝啊，又怎可能撒手呢？啊！来，哎，官人，等等我，慢点儿。等等我。哎，咱们去看看那儿卖红骨的啊！哎，走。哎，这个事儿，有只老虎。快！哎，提辖，好生奇怪，这闹市有老虎，人人不避，反倒向前看热闹。哎呀，兄弟，我说你怎么还管洒家叫提辖？哦，哥哥，这就对了。走。休笑江湖客，其中有宦家，只为贪名利，流落到天涯，丢却诗书学九流，五湖四海度春秋，不种五谷也吃饭，
不种豆蒜也吃油。逢官我不玩他睡，遇水鱼下便登舟。非是鱼下夸海口，普天之下任遨游。东游大海，西走川，南达平原，北到关。见效了！这练也练完了，乡亲们带着的扔几个，换个虎参肉骨；没带的，给咱加油鼓鼓掌。咱这老虎是真的，咱这身打虎的武艺，就是吃虎吃来的。吃肉补形，吃筋补气，吃骨补神。总之，吃什么补什么啊！来。哎，买药了啊！买药了，好药啊！真的是好药，都是好药啊！来，买点吃吧。啊，行不行？哥哥，这人我认识，是教小弟看守的师傅，叫打虎将李忠。啊，多好啊！啊，买一点吧，带回家去，回家给你相公吃。哎，买一点，哎呀，买一点回去吃，管用吗这药？师傅。还认识我吗？大郎，师傅，好久不见，你如何到了这里啊？你这虎是吃了哪补哪，那要吃了虎毛，就定能补秃头上的毛了。只要吃了虎屎，那定能补屎。哥，莫要玩笑。师傅，这位是此间经略府的鲁提辖。见教。这位兄弟既是史大郎的师傅，那就陪洒家去吃他3碗酒。好啊，师傅。带小人卖了这些药，讨回了钱，一同和提下去。洒家可懒得等你，要去现在便走。哎，哥哥，这摊子是小人的衣饭，不能说丢就丢下。带小人卖了这些药，一同和提辖去。大郎，你和提辖先行一步，我随后就到。那师傅，你快些啊！好，等我。哎呀，你这师傅可真够啰嗦！哎呀，别弄这个了，走了，收拾好了，走了。走了！哎，别拉！走，都拿上，都拿上！吃酒去。哎，里边请，里边请，哎，里边请。哎，这张台是魏州城的百姓专门给洒家留的，平日里都空着。洒家做上席，李忠兄弟做对过，文龙兄你做下席。好。官人，上多少酒啊？废话，有多少，统统拿来。提辖上什么下饭呀？问什么问？好菜好酒，给我一并上来，酒钱到时一并给你。好嘞。哎，等等，去把那张小桌挪过来并上，盛个大席面。好嘞，好嘞。哎，哎。哎，这隔壁阁里好像有人支支吾吾的哭啊。可不是，哭得哽哽咽咽的，时有时无啊。哎，让一让来，哎，让一让来。好嘞，哎，请。哈，这样吃酒才叫痛快。来，吃，来吃来，哈哈，哎，满上，吃，来，
来。好壮头的酒啊！急酒吃不得，我们还是慢慢吃吧。慢慢吃，慢慢吃，什么时候才能吃到混沌？啊，快吃！哎，快吃快吃，吃完了好讲王教头的枪法啊！好，好，来，干！提辖，驴车已经在外边准备停当了。啊，去吧。哎。哦，洒家每次来吃酒，这酒保就在外面备辆驴车。俺每次来，那都是竖着进来，横着出去。啊！哥哥莫非每次吃酒都要吃醉不成？二位兄弟有所不知啊，这个酒可是洒家的命根子。如今这世道混沌，人也活该混沌。清醒的时候，洒家这心里是难受的紧呐，还不如迷迷糊糊。如今这世上，哪还有一片清净快乐之处？哎，不说这些了，洒家别的不愁。就愁吃酒吃不醉，可是越想醉啊，却越是不醉啊！对，来，哈哈，哎，这隔壁阁里真有人在啼哭啊！果然有人啼哭，救我！哎呦，吓我一跳！弄得我这一身湿啊！哎，官人，您要什么？您只管吩咐。怎么回事？你那个阁里总有人支支吾吾的啼哭，扰了我们兄弟的酒兴，是不是不给你酒钱啊？哎，官人息怒，官人息怒啊！这小的怎么敢让人在这儿啼哭呢？只是这啼哭之人呐，是靠绰座卖唱的妇女2个人，这不唱完了，那个姑娘呢，觉得自己命苦，就忍不住哭起来了。哎，哥哥。这都做的什么怪？你去把他们父女俩给我叫过来。是。适才想起了伤心事，自己只管委屈，不料想冲撞了官人们吃酒，万望饶恕。你们父女俩是哪里人士？为何委屈啼哭啊？奴家是东京人士，和父母来魏州接纳祖产。这里有个财主叫郑关西，郑大官人，他要出钱建瓦子，那瓦子正盖过我家房产的地，我家不愿贱卖。依我看，就把这房子贱卖给姓郑的，拿些钱是些钱，回东京去。既然敢叫郑关西，想必是个恶人，得罪不起。爹，那姓郑的给的买房钱，只够买这房上几片瓦，那也算是买吗？哼，那分明是抢。不管怎么说，这屋子也是祖上几代传下来的。快走！
快走啊！快点儿！娘害！老婆子，老婆子，老婆子，那镇关西就指使强人抢占了我家屋产，把我们一家3口赶到客店里住。我母亲又气又怕，在客店里面就一病不起。那你母亲现在怎样了？母亲已经身故，死了。那镇关西气死了我母亲，还扣住了奴家不叫走，找媒人抢做媒，找保人硬做保，要奴家做他的小妾。哥哥！你们2位兄弟在这等洒家，带俺去一拳打死了镇关西，再回来吃酒。哎，哥哥！哥哥！这话还没讲完呢。话还没讲完，你是不是已经给他做了妾小？我本来不答应，他就把奴家父亲赶出了客店，还抢了他身上的钱财细软，逼得奴家父亲没住处，没吃的，没法活下去。店家，你给我放手！店家，放手！店家，求求你！哎，你放我！求求你行行好吧！哎，你看我爹都快饿死了！哎呀，你就行行好，赏他口水喝吧，店家！这应该。店家，我求求你了，店家！你要是不答应卖给郑大官人做妾，这老头就是饿死了他也不管。他现在就是要饿死他手里的人命还少啊！慢说我不敢叫你进来，这魏城一带客栈都接了他的话，谁都不敢收留你们。你们就是沿街乞讨，都没人敢给你们吃的。把我卖多少钱？30贯。30贯，买一头生猪的钱。我闺女刚刚18岁，够我爹回东京的盘缠了。翠莲，翠莲啊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爹，那镇关西的大娘子说，叫我这样盯着青砖等他来。他还说，还要看看我的牙有没有打掉一个。他来的时候却没有这般做，就再打。爹，你就让我打吧，爹。翠莲，走，咱们回东京去。
我们回不去。那姓郑的还没有把我的卖身钱给我。我去要去。爹，要不来的。那契约上钱是虚，契约是实啊！我怎么这么没用啊？翠莲啊，让你受委屈啊！我说老头儿，可不能怪我啊！我要是不按郑大官人的吩咐去做，我也会没命的，会被扔到猪圈里去喂猪。你知道他们家猪为什么那么肥吗？那都是喂人肉喂的。还有啊，你女儿居然从他家里跑出来了，那就是毁约。现在郑大官人叫你们把欠他的钱还给他，听见没有？我一文钱都没有拿他的，怎么还要还他的钱？我不还。你不还，可以啊，那就把你卖到窑子里当妓女还债。翠莲，还没等我和父亲相聚，好好说上一句话，他又指使奴家父亲住的客店店主人向我们父女俩追讨原点身钱3000贯。我一文钱都没有拿到，还把身子给了他。原本他该给我30贯，可是他反倒坐地起价，问我拿3000贯。我从哪里还钱给他，他就给我出路。我这才明白，原来他是要逼我，要把我卖到娼妓社里去。他有权有势，告到衙门里都不受理，都说他是为官府敛钱财，官府靠他吃喝，哎，争不过他呀。没了办法，父亲自小教的奴家一些小曲儿，就来这酒楼上赶座子，指望每天卖唱得些钱，积攒起来一大半还给他，留一点儿给我们父女俩做盘缠，回东京老家去。你不去做娼妓？奴家是良善出身，宁死也不做。那你还不去死？奴家要是死了，老父亲就没有人照顾，要不然早就死了。且慢！翠莲，哎，洒家刚才说的是气话。官人，你们可听曲儿？要是听的话，我们父女俩就唱上一曲。这2天酒客稀少，眼看就要到了还钱的日子，怕他讨要时再被他羞辱。我们父女俩想起这些苦，无处告，无处诉，因此啼哭。不想冒犯了官人，望其赎罪，高抬贵手。我们父女俩今天唱个曲儿，不要钱，算是赔罪了。你这个老二，你的女儿是个女孩身，她不打不闹还说得过去。这世上的恶人，都是被你这样的懦弱之辈给宠出来的。我告诉你，这世间有2种人，一种是不要命的，还有一种是认命的。我问你，你为何不可不要命去和他拼命呢？我们现在不在拼命的唱曲儿吗？哎呀，谁要你拼命唱曲儿？哎呀！2位兄弟在此等俺，
洒家去打死你镇关西便回来。洒家回来，一拳打死你这个不争气的老儿！哥哥息怒，你要去打那镇关西，你知道他是住哪儿吗？是啊。你们姓什么？在哪个酒店落脚？那个什么镇关西镇大官人的，他在哪住？老汉姓金，排行第2，小女小字翠莲。郑大官人便是在此地状元桥下东门里卖肉的正途，绰号镇关西。我们父女俩只是在东门里鲁家客栈安下。啊呸！好你个镇大官人，哼！却不想是那个杀猪卖肉的正途。这个阿杂泼财，逃在小冲经略相公名下开了个肉铺，竟敢如此欺负人！哼！二位兄弟，你们在此等洒家，洒家去打死这狗贼！哎，哥哥，你一怒打坏那镇关西，恐怕要连累这里的妇女呀。哥哥，我看你还是先回经略府问清缘由。你是官家，不可知法犯法。哎。那洒家就给你们父女俩出个主意，洒家便是经略府的提辖，你们去找小城经略相公报官。小城经略相公那可是个好官，洒家亲自给你们申报，到时定当有个公平论断，让那狗贼作价把钱都还给你们，再定他的罪。翠莲，拜谢恩人。哎呀，洒家可受不了妇孺幼小的跪拜呀！谢恩人。哎呀，哎，洒家跪还给你。哎，谢恩人。哎呀，谢恩人。你要什么跪着不起？那你跪多少，洒家就跪还你多少。谢恩人。哎呀。哎，哥哥，咱们也起吧！啊！哎呀，哎，他这个头怎么像刚长出头发的尼姑啊？他剪了头发，出卖些银子，好还账啊！哎呀，这么短的头发，那怎么好见人呢？哎，哥哥，你这么说话，更让他无地自容啊！哎，对呀。哈，请饶了鲁达，洒家不是做文官的，所以不太会说话。要是缺银子，那洒家可以把俺的头发和胡子剪下来，你们拿去卖。翠莲不敢，恩人。哎，你又要拜洒家？奴家不敢再拜。哈哈啊，不拜就好。对了，你们父女俩，明日在酒店等洒家，洒家明日此时便去找你们。兄弟，咱们走。好。给。哼。提前慢走。你那卖艺的老虎都可以让别人看管，却偏偏随身带着这把长条灯。按朝廷律法，百姓不可以随意携带武器卖弄武艺，要靠他给饭吃。哎呀，我说兄弟，睁开眼睛看看，如今这世上到处都是带兵器的。你看看史大郎，他带着兵器过街，又有谁敢问呢？哎呀！走。
们父女俩只管在客栈等洒家便是了。奴家无以为报，愿为恩人唱一支曲子，拜谢。哼，你这笑什么？洒家都还没帮你打赢官司呢。恩人说奴家笑起来好看，奴家就笑给恩人看。哎，你笑起来是好看的紧呐。好，你们父女俩尽管在客栈等洒家，洒家去就回。啊。好，多谢。他也回到经略府前下处，到了房里，说晚饭也不吃了，便气愤愤地睡了。说明日等小虫经略相公回来，那主人家也不敢问他。为了别人的不平事，竟然晚饭也不吃，气愤愤地睡了。哎，师傅，咱们今日先各自投店，明日再来相会。好。来，兄弟，好，走。哎，走。你讲的正途一事，连我也左右无奈啊。相公，你为何无奈啊？你好不小事。正途哪有许多钱资做瓦肆？那都是朝廷高官等做的生意。官府不便强逼百姓让出家业，便收买正途这种人作恶。他不过是走狗而已。可恶！哼哼。某家虽主管一路数州的兵民之政，可又无权过问本路的财富、刑狱、漕运、仓储、学士等事啊！相公，这是何等官制啊！这种相互掣肘的吏治，虽能避免五人拥兵割据，却推诿扯皮，终究尾大不掉，肥胖了官家，害了国家百姓啊！相公，那在这瓦子里是不是有你的钱财作古？否则相公又怎可无奈？你胡说什么？崇经烈，你这是何等作为，何等道理？俺知道你是谁，我是谁。相公对洒家有恩，要不是相公和老崇经略相公的栽培和照顾，鲁达哪有今生啊？可今日的鲁达，我怒火如雷，想好好的骂骂相公。好啊，你骂。自古这衙门，那都是冲南面开的，可如今的官吏个个都是贪找贪财，却没有一个敢作敢为、无取无私的经略相公。这个经略相公，分文不值，放肆！要不是敬畏相公，看在多年与相公相识的老脸皮上，洒家骂完早就开打了。好啊，我先打你！你敢打俺，俺便还手，不还手便不是你照顾的鲁达。